顾晨，30万，买断你7年的代码，也买断你和白薇的婚约，看看吧。顾晨，周总说话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所以，这是你的意思？公司明天要提交上市材料，不能有任何不确定因素。我是因素？你别这样理解。那我替白总说清楚，你一个没有正式股权登记、没有管理职务、也没有资本背书的技术人员，现在突然说自己是核心创始人，你不是风险，谁是风险？你也这么想？顾晨，现在不是争这个的时候。那什么时候争？等公司上市以后，我会给你个交代。前世你也是这么说的。你说什么？顾晨，别装深沉，外面全是媒体，董事会都在等结果。你现在签字，钱马上到账，体面离开。不签呢？不签，你1分钱拿不到。还有呢，你会被认定为恶意阻碍公司上市，行业里也不会再有人敢用你。顾晨，你别逼我。我逼你？你知道我走到今天有多不容易吗？每天见投资人，每天被质疑，每天陪笑，现在只差最后一步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闹？我7年的代码是闹。我没有否认你的付出。那你刚才对媒体说我是什么？外部技术支持。这个口径没有问题。白薇科技的核心技术是公司自主研发。第一版识别模型是谁写的？团队。底层架构是谁搭的？团队。3年前系统崩溃，是谁连续48小时修回来的？顾晨，你不要把团队成果都揽到自己头上。好，那就让证据说话。顾晨，你要干什么？这封邮件你回过。周总，这是我的个人邮箱，不是公司资产。你想威胁公司，不是威胁，是核验。顾晨，我们私下谈。现在想私下谈了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当着媒体的面承认我的身份。你疯了？你知道这句话会造成什么后果吗？知道。上市节奏会被打乱，投资人会追责，公司会损失巨大。那不是我造成的。不是你是谁？是那个想把真实贡献写成外部支持的人。我最后提醒你一次，签了拿钱走，不签，法务部会立刻起诉你泄露商业秘密。你也是这个意思？顾晨，第一，我不会放弃我的股权主张；第二，我不会承认核心算法与你无关；第三，我不会接受30万封口费；第四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解除婚约。你要跟我退婚？不是退婚，是止损。保安，用不着请。顾晨，你今天走出这扇门，就别想再回来。我不会回来，但我的证据会。李律师，开始证据保全，同时联系第三方审计机构，核验白薇科技招股材料中的核心技术归属。顾晨，你敢！今晚只是开始。顾先生，你为什么提前离场？顾晨，别说。因为白薇科技刚刚要求我签一份文件。顾晨，什么文件？承认我7年的研发成果只值30万。顾晨，你这是恶意造谣！是不是造谣？审计会给答案。白总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谈感情，只谈证据。顾先生，7年研发成果具体是什么？白总，顾先生刚才的话是真的吗？白薇科技是否存在技术归属争议？各位媒体朋友，这是公司内部人员的个人情绪问题，不影响上市安排。周总，纠正一下，你还想说什么？
我现在不是内部人员，你们刚才让我签的是离场文件。所以白威科技确实要求您离开。顾晨，你不要断章取义。顾晨，我们之间有误会，你先跟我回会议室。回去继续签。我可以让周总重新拟补偿方案。补偿方案30万你嫌少，我们可以再谈。白总，你还是没听懂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事实。事实就是白威科技给你发过工资、奖金、顾问费，收了钱就该遵守协议。发工资不等于抹掉创始贡献。你有股权登记吗？有股权承诺邮件。邮件不等于股权。所以我申请核验。你拿什么核验？代码提交记录、模型迭代日记、专利草案、会议纪要、邮件往来，还有早期投资路演材料。白总，您刚才称顾先生为外部技术支持，是否与这些材料相矛盾？公司会依法依规处理所有争议。这句话我认。顾晨，别把路走绝。白薇，把人逼到门外的是你，把我协议放到我面前的是你，把我称外部支持的人还是你。你一定要当着这么多人指责我吗？我只是把你刚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。够了，顾晨，你现在每一句话都可能构成商业诋毁。那你可以起诉。我不会在媒体面前展示核心代码，也不会泄露商业机密，所有材料会交给律师和第三方机构。我只说一件事，白威科技上市材料里关于核心技术来源的描述需要核验。顾晨，你真的要这样对我？白总，我已经解除婚约，你以后不要再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。顾晨，你离开百威科技什么都不是。那就让市场看看，离开谁以后，谁什么都不是。热搜第3，白总，你昨晚怎么没压住他？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，我们要统一口径。怎么统一？第一，顾晨是前技术顾问；第二，他已经拿到相应报酬；第三，公司保留追究他商业诋毁的权利。这样会不会激怒他？白总，你现在还顾念旧情？周总说的对，上市最重要，一个技术人员不能挡住整个公司。白总，法务部收到一封律师函。拿来。怎么了？顾晨申请证据保全，还要求第三方核验早期研发贡献。他真敢！他不但敢，还列了证据目录。第一项，个人邮箱原始邮件；第二项，代码仓库提交记录；第三项，早期架构设计文档；第四项，专利草案初考；第五项，股权件录沟通记录。这个记录存在吗？白总，我要听实话，你当初到底有没有承诺过他股权？早期口头谈过。有没有文字？可能有邮件。那就更不能让他继续发生。你想怎么做？发声明。说什么？顾晨因个人利益诉求未被满足，恶意干扰公司上市进程。这太重了。他昨晚当着媒体说30万买断7年成果就不重。白总，别犹豫，市场不会等你处理感情问题。发吧。百威科技发声明了。需要回应吗？回应。怎么回？只发一句。你很克制。我要解决问题，不是吵架。下一步呢？找投资，现在没人敢投你。那就找敢看证据的人。你和白威科技的纠纷什么时候结束？正在走法律程序。
那我们先保持联系。你的技术我认可，但风险太大。第3家、第4家、第4家皆是如此。说，顾哥，公司内部在清理旧仓库权限。删记录？我不确定，但研发群里有人说要把早期测试环境归档。你不要碰任何东西。可那些记录能证明你。我有备份，也做了保全，你别冒险。顾哥，他们都说你为了钱闹事，你信吗？我不信。可我现在还在公司。那就够了，你先做好自己的事，不要替我站队。那你怎么办？继续找人。顾先生，徐总在17楼等您。你就是顾晨？是。白威科技正在冲上市，你现在是高风险人物。我知道。很多人说你是贪心。你可以看材料。我不听故事，我只看证据。正合我意。这不是商业计划书，这是原始技术路线。你来融资，为什么先讲这个？因为我不想再靠包装拿钱。继续。白威科技现在招股材料里的技术描述和你这套架构是什么关系？他们的核心识别链路来自这套架构。你能证明？能。能打赢？证据上可以。市场上呢？法律只能证明你被低估，不能证明你能重新创业。所以我需要一笔种子资金。你要做什么？工业视觉质检。为什么不继续做白威科技的安防视觉？那条路会和他们纠缠太久。所以你换赛道？不是换，是落地。顾晨，你比网上说的冷静。我没有时间失控。我会安排一次技术盲测。什么时候？明天。地点？我公司实验室。我会准时到。如果你只是会讲过去，我不会投你。我来这里不是让你同情我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一个能让我证明未来的机会。明天9点。规则很简单，你不能提前看数据地。可以。我们会提供3组工业零件图像，包含反光、遮挡、污渍和低光照。验收指标：识别准确率、误判率、处理速度，还有现场修复能力。你故意准备了异常数据。创业不会给你标准考卷。开始吧。准确率 96.3 94.8。怎么了？遮挡场景掉到87。不能换模型。我不换模型，只调预数出链路。你改的是反光边缘。遮挡不是最大问题，反光导致边界误断。你怎么判断的？错分区域集中在高亮边缘，不在遮挡中心。93.5，现场掉到这个程度，挺狠。如果这是客户现场，15分钟能不能接受？不能。你已经修好了。客户不关心我多聪明，客户只关心产线停不停。所以你的方案？上线前加入异常光照自检模块，提前报警，不让问题进入产线。这个思路对。你需要多少启动资金？300万。给我多少股份10%。你现在麻烦缠身，还这么硬。股份可以谈，控制权不能丢。你怕再遇到白薇？我怕再遇到以前的自己。我可以投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说。第一，所有知识产权从一开始就写清楚。第二，财务、法务、股权全部透明。第三，不做复仇公司。
我投的是技术，不是你的旧账。我也不是为了旧账创业，那为了什么？让真正有用的技术站到台前。公司叫什么？晨之智能。晨之智能。准备投资意向书。徐总，这么快？有些人看3年未必值，有些人看1次就够了。你租办公室的审美比你的代码朴素。租金便宜，网速稳定。营业执照、银行账户、股权协议、知识产权归属协议。你准备得很快。我不喜欢口头承诺。巧了，我也不喜欢。顾总、徐总，专利申请材料需要今天确认。你确定新公司不碰白威科技原项目？不碰。我也建议彻底避开，否则后期容易被对方咬住。晨之只做工业质检，从底层重新搭。能不能更快？可以快，但不能乱。客户不会等你慢慢理想主义，所以我需要你。别说得像表白。我负责市场，你负责产品。顾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辞职了。白威科技的人，我不是来偷资料的，我电脑已经交了，权限也清了，我只带了自己的笔记本。为什么辞职？他们让我在内部说明里签字，说早期架构是团队统一决策，不存在个人主导。你签了吗？没有。所以就辞了？不辞也待不下去。你知道加入这里意味着什么吗？知道，没大公司背书，可能没工资保障，还可能被行业议论。那你图什么？我刚毕业的时候，顾哥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代码可以写错，但人不能故意把错写成对。你还挺会带人。工资暂时不高，能交社保就行。社保能交，但工位得自己擦。行。先看清楚，所有权责都写在纸上。我喜欢写清楚。陈野，来了就不是帮我，我知道，是做产品。那我们第一单在哪儿？东恒精密汽车零件厂，明天下午现场沟通。这么快？创业公司活不过空谈。他们现在用谁的系统？白威科技。这不是正撞上？不是撞上，是市场开始提问了。顾总，我听说过你和白威科技的事。今天只谈产线问题。好，我喜欢这句话。我们的问题是表面划痕物检高，反光件尤其严重。现在系统经常把正常件判成瑕疵。物检率多少？峰值到过12%。这会拖慢产线。所以我们想试试你们。适用标准2周内把误产率降到5%以内。可以。你不看现场就答应？我答应的是测试目标，不是最终承诺。现场看完后，我们给方案。谨慎。张总，白威科技的白总到了。顾总也在，真巧。市场公开，谈不上巧。张总，东恒是我们的老客户，这次问题，我们白威科技会免费升级系统。免费？对，免费，并且延长1年服务。他们抢单，这是您的选择。顾总，免费升级对我们确实有吸引力。顾晨，东恒的系统一直是白威科技服务的，你现在插手不合适。客户选择谁，不由你我决定。顾总，你们新公司刚成立，拿客户练手不太负责吧？白威科技现在的问题不就是你们没解决吗？陈野，你刚从公司离职，就这么说老董家？别争。顾晨，你一定要和我抢吗？白总，客户不是你的私人物品。几位，我看这样，既然2家公司都愿意解决问题，那就做一次现场公开测试。公开测试？同一条产线，同一批数据，同样指标，我们不能怯场。可以。顾总呢？可以。输了别说我们欺负小公司，输了就改产品。赢了也不会羞辱谁。客户要的是结果，不是嘴仗。这句话我爱听。你变了。不是变了，是终于把话说清楚了。
顾总，你们团队挺精简，代码不按人数算。陈野，少说。规则我再确认一遍：同一批零件1000件样本，指标是漏检率、误检率、处理速度和稳定性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这是我们星谋系统的升级版，针对工业场景做了优化。误检又来了，现场光源有波动，又怪光。记录数据，别插话。误检率 8.7%， 漏检率 1.1%， 平均处理时间 0.8秒。免费升级后还可以继续优化。不能针对样本单独训练，不训练只做光照校准。这个校准模块，你以前没做过？以前提过，你说客户听不懂，不适合写进发布会。这几个划痕识别得很准，反光边缘也没乱报。误检率 3.6%， 漏检率 0.9%， 平均处理时间 0.7秒。顾总，我们谈合同。张总，测试不能说明全部问题，我们的系统有完整售后体系。周总，我买系统是为了解决问题，不是买体系。你早就准备好这个模块了。这是陈志的新模块。如果你还在百威科技，这个模块也会属于我们。前提是我还愿意。顾晨，你别得意，一个小测试改变不了行业格局。合同可以谈，但我要加一条。什么？验收指标写进合同，达不到我们退服务费。顾哥，你敢写？敢。那我敢签。我们走。你以前不是这么对我的。以前我把你当未来，现在我把客户当责任。你贴这个干什么？辟邪。避谁？避不付款客户。张总已经付了首款。那就是招财。别闹，下午做部署计划。谁？百威。开免提吧，别单独沟通。陈野，你现在方便吗？白总，您说。你离职手续还有些问题，回来一趟。什么问题？公司怀疑你带走了内部资料。我没有。有没有？回来配合调查。周总，有证据就走法律程序，没有证据不要恐吓员工。顾晨，你还挺会护人。我只护规则。顾晨，我没有想为难陈野。那你打这个电话做什么？我想见你。我们没有私下见面的必要。你现在连跟我说句话都不愿意。你以前不会这样对我。白总，你也以前不会在媒体面前说我是外部支持。顾晨，你别以为拿下东航就赢了。百威科技的客户不是你这种小公司能撬动的。客户不是撬动的，是服务出来的。你会后悔的。顾哥，他们真会告我吗？我检查过你的离职交接，只要你没带资料，他们很难成立。我确实没带。怕吗？怕。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怕很正常，不后悔就继续做事。东恒项目分3阶段：第一，现场数据采集；第二，模型适配；第三，验收交付。我负责现场。你负责。我？你不是来跟着我的，是来成长的。明白。你终于有点老板样了。别夸太早。为什么？百威不会是只打这一通电话。白总，许之怡，找顾晨。
他在吗？在，但他未必见你。你现在替他挡人，我是公司联合创始人，挡的是不合适的沟通风险。你们才认识多久？足够把全责写进合同。徐总，你先上去。10分钟。他管你很严。他尊重边界。顾晨，我们一定要这么说话吗？你来做什么？这是新的补偿方案，500万加一套房，你撤回核验申请，对外说是误会。还有呢？我们可以恢复婚约。你笑什么？白薇，你到现在还觉得婚约是筹码？那你要我怎么做？公司现在每天都被问询，投资人也在施压。你真想看着白薇科技死吗？白薇科技不会因为说清楚贡献就死。上市失败呢？那是你们之前的材料没有写清楚。你非要我承认你是核心创始人？如果事实是，就该承认。那我呢？我这些年算什么？你是创始人，是 CEO， 是融资和市场负责人，这些没人否认。我从来没想抹掉你。可你现在做的事，会让我很难。我当年也很难。我凌晨改代码的时候，你在见投资人，我承认你辛苦。可你站在镜头前说我是外部支持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承认过我？我当时没有选择。你有，你只是选择了对你最有利的那一个。那我们呢？我们结束了。真的没有可能了？没有。顾晨，你以前说过会一直站在我身后。说过。现在呢？现在我站到自己的位置上。谈完了？谈完了。他开价多少？500万一套房，恢复婚约。你拒绝的这么快？不属于我的，我不要；属于我的，我也不会卖给他。上楼吧。干什么？刚收到消息，白薇科技要发布新产品。新产品？什么产品？工业视觉。这不是我们的方向吗？方向不能垄断。可他们页面里的功能描述和我们东恒方案太像了。像不等于侵权。下载技术白皮书。看出什么了？描述很熟。这里异常光照自检模块，他们以前根本没有。我们需要证据链，不是感觉。做比对报告。现在就发生吗？不发。为什么？他们都踩到我们脸上了。骂战不解决问题。先申请证据保全，再请第三方做技术比对。我就是气。气可以，动作不能乱。热度起来了，很多客户都在问工业版。这就是速度。市场不会记得谁先想到，只记得谁先发布。这个模块什么时候做出来的？团队参考了公开资料，做了快速版本。和顾晨的方案有关吗？白总，产品方向相似很正常，工业视觉又不是他们一家能做。我问的是有没有用他们的东西。没有直接复制代码。直接？商业竞争，别太天真。我们没有违法。白总，陈芝智能发了一条动态。他故意蹭热度。他知道怎么让市场看懂。白总，你现在是在夸他？我是在提醒你，不要再低估他。我决定追加投资。好事啊！但这次不是单纯投资。什么意思？我会正式出任联合创始人，负责融资、商务和战略合作。徐总，你不是投资人吗？现在我下场。为什么？因为白薇科技已经把战场扩到工业视觉，你只靠技术挡不住资本速度。你家里同意？他们不同意。那你还来？陈野，
创业不是等所有人同意才开始，风险会很大。我做过评估，百威科技那边会针对你，已经在针对了。我现在名声不好，市场最终看交付，你可能血本无归。我能承受。为什么是我？不是因为你可怜，我知道。我见过很多创业者，开口就是风口、估值、故事。你是少数几个先拿证据再谈未来的人。徐总，听着像夸人。就是夸。我不保证成功。我也不是来买保证的。联合创始人协议已经按权责拆开，徐总负责商务融资，顾总负责产品研发，重大事项需要双签。双签是不是防止以后翻脸？是防止任何人变成百威科技那种局面。我同意。顾晨，从今天起，我不是站在你身后，你也不是站在我前面，那站哪儿？并肩。你鼓什么？气氛到了。气氛结束，现在开会。第一，星谋 2.0 做技术比壁。第二，东恒项目必须按时交付。第三，我们要准备一场公开技术说明会。公开到什么程度？讲原理，讲边界，讲客户价值，不泄密，不骂人。那怎么打赢？用专业赢，用产品赢。顾哥，我有点紧张。你又不上台，我怕你说的太技术，观众听不懂。所以我把稿子改了。你删了我3页公式。不是删，是救观众。各位今天来不是看陈之智能和谁吵架，我们只回答3个问题：工业视觉到底解决什么？技术竞争的边界在哪里？技术竞争的边界在哪里？客户该如何判断一套系统是否有效？顾先生，您是否指控百威科技抄袭？目前第三方比对还在进行，我们不提前下结论。那您今天想表达什么？表达一件事，技术发布可以快，但客户现场不会陪任何公司演戏。这是同一批零件在3种光照下的识别结果，误检率高，产线会停；漏检率高，坏件会流出；响应慢，效率会下降。所以工业视觉不是宣传片，是验收数据。那您认为星谋 2.0 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不评价对手，我只说陈芝的原则：第一，不虚标；第二，验收指标写进合同；第三，客户现场数据优先于发布会话术。顾先生，网上说您做陈芝智能是为了报复百威科技，不是。那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证明技术人的价值，不需要靠被谁承认才存在。顾哥，5个客户是5个意向，不是5个客户，那也比昨天强。百威科技也发声明了。他们又来了。第三方报告什么时候出？明天下午。那就等明天下午。要是报告不够强呢？那就继续做产品。要是报告很强呢？那就让事实自己说话。外界对星谋 2.0 有很多误解，今天我们用现场演示回应质疑。周总，复杂光照数据还没完全稳定，那就别选复杂样本。这是公开演示，公开演示也要控制风险。顾晨是不是保密？星谋 2.0 看起来可以啊。能否现场测试反光金属件？可以。白总，网络变动。周总，是本地系统。重启。不用重启。你疯了？
还在直播。今天演示暴露了星谋 2.0 在复杂反光场景下的稳定性问题，我们会暂停部分客户试点，重新评估技术边界。白薇，对于技术，我们不该用宣传替代验证。白薇承认翻车了，他做了正确的公关选择。顾哥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他终于开始尊重技术了。那我们是不是赢了？客户项目还没交付，谈不上赢。第三方报告出来了。怎么说？星谋 2.0 部分功能描述与陈之智能东恒方案存在高度相似，但未发现直接代码复制。那算什么？可以要求对方停止使用相似宣传表述，也可以继续追查资料来源，但侵权诉讼不一定稳。那就按报告来。就这么算了？报告说到哪儿，我们就做到哪儿。你确定不借机扩大攻击？我们不是靠情绪融资。白总，3个客户要求退款，如果要按真实场景重新做，至少2个月。2个月，市场早没了。那你要怎么做？先用宣传稳住客户，技术边做边补。又来？什么叫又来？顾晨当初提过，工业场景不能先卖概念。白总，你现在3句话不离顾晨，因为他是对的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。如果不是他搅局，公司已经顺利上市。如果材料本来就有问题，上市之后呢？你现在要否定整个公司。不是否定公司，是承认问题。承认问题很容易，承担后果呢？投资人撤资，员工离职，客户流失，你承担得起吗？白总，监管问询函到了。给我。按之前口径回复。继续说顾晨只是外部支持。当然。如果顾晨提交证据呢？淡化他。周启明，你到底是在保护公司，还是在保护你当初做的方案？你什么意思？切割顾晨是你提的，也是你同意的。白总，别现在装无辜。那份协议你看过，媒体口径你点过头，外部技术支持是你亲口说的。所以我要改。你想怎么改？按事实回复。你疯了！你这是亲手砸上市！如果上市要靠抹掉一个人的贡献，那本来就不该这样上。你会后悔。我已经后悔了。我方提交的材料包括早期代码提交记录、公证邮箱、架构文档、专利草案、会议纪要及证人证言。公司认可顾晨参与早期研发，但不认可其单独享有核心技术权益。我方没有主张单独享有全部权益。我方主张的是还原真实贡献。顾先生，你本人有什么补充？我不否认白薇科技团队的贡献，也不否认公司平台作用，但我不能接受把我作为核心架构设计者的事实写成外部技术支持。请证人陈野发言。我入职时，核心识别模型已经有了第1版。公司内部培训时，顾晨是主讲人。后续很多模块是团队一起做的，但底层架构确实是顾晨搭的。你和顾晨现在是同事，证言是否有偏向？我可能有立场，但提交记录没有。我会修改上市回复材料。这是你和公司的决定。你不高兴吗？事实被还原是正常，不是恩赐。你现在说话真的很冷。白薇，我只是终于不用哄你了。顾晨，东恒那边等我们开会。许之意，你会不会有一天也觉得他太固执？会，但我会在会议桌上和他吵，而不是在合同里抹掉他。走吧，顾总，
客户不会因为你听证顺利就少提需求。顾总，今天不看演示，只看产线，应该的。光照自检正常，支线灰度接入，支线灰度接入正常，异常报警推送正常，人工确认流程正常。小陈，这次稳多了。上次交了学费。顾总，你们内部复盘了？复盘了，也改了流程。愿意承认问题的供应商不多，不承认，问题也不会消失。不是故障，是预警。提示很清楚。顾总，合同继续。年轻人，这次可以。辛苦。就2个字，至少说我成长了。你成长了。谢谢徐总。别飘。我们还有2条产线想继续合作。我们会评估交付周期，不会超卖。徐总，我发现你们公司说话都挺谨慎。谨慎比吹牛安全。顾总，我以前觉得你是来证明自己的，现在呢？现在觉得你们是真想把事情做好。这是客户该得到的。顾哥，我们算赢了吗？赢了1单。那以后呢？以后还有很多单要赢。顾总，行业大会邀请你做主题申言。顾哥，要出圈了。主题是什么？国产工业视觉的真实落地。去吗？去。讲什么？想别把技术当包装。